我妈总说城里的猪肉不香，每年都会从老家寄来几十斤土猪肉，让我灌香肠解馋。可连续3年，香肠总在晾干前不翼而飞，物业次次把锅全甩给流浪猫，邻居也笑我小题大做。直到今年，小偷不仅偷光我100斤香肠，竟然还嚣张地留了张纸条吐槽：哼，今年灌的啥破玩意，咬都咬不动。下次记着勿肥勿瘦才香，纯属白瞎这好肉。看到纸条，我当场气笑了，转头就灌了50斤淋巴肉香肠，狠狠掺了1斤奥利给原汤。3天后，楼下老太太就上吐下泻，直接晕倒在地，被救护车拉走了。紧接着，她儿子领着帽子气势汹汹找上门，拍着桌子指控我投毒，张口就要50万赔偿。我指了指旺财，笑着开口：不好意思，这批香肠是我专门给狗子特制的奥利给口味磨牙零食，就是没想到这年头连屎都有人抢着偷吃。灌好的香肠又一次在晾晒完成前一天不翼而飞，我彻底坐不住了，找到物业要求查看监控，可经理却一脸不耐烦。阮小姐，咱们这是老小区，监控本来就少，你那层还是死角。再说了，几斤肉而已，谁稀罕？肯定是被流浪猫叼走了。你们租户啊，就是事儿多。我被噎得说不出话，只好在业主群发消息求助，希望能有人提供线索。毕竟那是我妈养了3年的土猪肉。谁知消息刚发出去，业主群就炸了锅。几根香肠罢了，丢了就丢了，吵什么吵，烦人。切，就是咱们小区治安好着呢，肯定是野猫野狗干的。小姑娘，你刚搬来不久吧？邻里之间要和睦，别一点小事就上纲上线，不值当。合着我丢了东西还是我的错了，行，就当为了野猫野狗。今年我妈又寄来了肉，同事听说了前几年的事，非要预定几斤，说要尝尝能引来神秘小偷的香肠到底有多好吃。我憋着一股劲，灌了足足100斤，打算晾好分给同事们。为了以防万一，我还在阳台角落装了个监控。晾到第7天了，明天晚上就能收起来了。临睡前，我特意检查摄像头，一切正常。可第8天一大早，绳子还是空了。100斤香肠毛都没剩，监控的电源线也被人剪了，上面贴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今年灌的啥玩意，咬都咬不动。下次记得勿肥勿瘦，这样才香。真是白瞎了这肉。我气得浑身发抖，攥着纸条冲到物业。刘经理，你不是说是流浪猫吗？流浪猫会写字吗？我要求查看所有能用的监控，这次必须给我个说法。哎呦，真是不好意思，最近系统升级，大部分监控都看不了，而且查监控得业委会同意或者帽子来调才行。再次听到这套说辞，我气不打一处来。行，那就报警。哎呀，阮小姐，别激动嘛，报警多难看，显得咱们小区好像多乱似的。这样，我再帮你问问，行了吧？我无视他敷衍的话语，一个疯狂的念头冒了出来。小偷不是说要勿肥勿瘦才香吗？行，我满足你。我去菜市场肉摊买了50斤淋巴肉，又到宠物店买了1瓶宠物益生菌添加剂，其实就是浓缩的奥利给提取物。把这些灌成香肠，晾在了阳台上。1周后，香肠果然再次不翼而飞。吃吧，好好享用你的奥利给大餐。这天中午在公司吃饭时，小区群突然炸了。哎呦，不得了了！刚才救护车来咱们小区了，302的老太太被抬下来了，脸色蜡黄，一动不动。她身体不是一直挺硬朗吗？天天早上在楼下甩鞭子呢。听说是吃坏肚子，上吐下泻，脱水晕家里了。他儿子回来才发现。看到这里，我心里一紧。302的老太太住我楼下，嗓门大，爱占小便宜。不过她家阳台每年也挂满香肠腊肉，应该不至于偷我的吧？也许只是巧合。下午上班，我一直心神不宁。快下班时，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是个急躁的男生。是阮夏吗？是，您哪位？我是你楼下302的，你还是不是个人？你把话说清楚，我怎么你了？装什么装？我妈吃了你家香肠，现在在医院洗胃，医药费都花了好几万了，你赶紧滚来医院交钱。我家的香肠，你妈怎么可能吃到？少说这些没用的，市医院急诊3楼，马上过来交钱。我告诉你，我妈要是有个3长2短，我跟你没完。说完，他便挂了电话。此刻，我终于确认，偷了我3年香肠的人就是楼下的邻居老太。我只是想恶心一下小偷而已，又没有在香肠里下毒。肯定是他儿子想借这个机会讹我。我懒得理会，没想到第2天一大早，帽子就找上了门。有人报案，指控你故意投毒，请跟我们去一趟医院配合调查。刚进病房，老太太的儿子胡伟就冲上来要扇我耳光。你这个毒妇，看我怎么教训你！干什么？冷静点！胡伟被帽子拦住，却依旧唾沫横飞。就是他在香肠里下毒，想害死我妈。医生说再晚点送来，命就没了。帽子同志，你要为我们做主啊！
我妈就是吃了他的香肠才这样的，这是谋杀。见此一幕，病房里其他病人和家属也对着我指指点点。看不出来啊，小姑娘文文静静的，竟然这么狠毒。就是邻里之间能有多大仇？至于下毒吗？哼，你怎么确定老太太吃的香肠是我家的？上面刻我名字了。再说了，谁会往自己吃的香肠里下毒？不过前2天我倒是被偷了一批香肠，难不成？你放屁！血口喷人！我妈那么大年纪了，能干这种事，分明是你蓄意报复。之前我妈嫌你家吵，上去说了2句，你就怀恨在心，故意投毒，把下了毒的香肠丢到我家阳台。听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来，刚搬来那年，有一次我周末出差，家里没人，302老太太上来砸门，非说我家里动静大，影响她睡觉。我解释不在家，她不信，无奈之下，我只得拜托房东过来，让他进门查看，他这才不再闹腾。没想到他家竟然记到了现在。胡先生，你说香肠是阮女士的，但并没有直接证据，香肠是否有毒也需要专业鉴定。目前看，阮小姐不存在主观故意伤害。他就是故意的，帽子同志，你们不能偏袒，他必须赔钱，医药费、精神损失费、误工费，少1分都不行。哼，你想得美，我凭什么为一个小偷买单？你说谁是小偷？谁偷我香肠，谁就是小偷。连续偷了4年，今年还嫌不好吃，特意留了纸条，需要我拿出来鉴定一下笔迹吗？闻言，胡伟脸色骤变，脸上闪过一丝慌乱。什么纸条？我不知道，你别想转移话题。反正我妈是吃你的香肠出的事，你就得负责。帽子最终表示，这件事争议太大，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我故意投毒，因此老太太的医药费不应该由我承担。如果胡伟不服，可以向审判庭反映，得到想要的结果。我转身离开，身后却传来胡伟的怒骂声：“阮夏，你给我等着，这事没完！”我懒得搭理他，毕竟我马上就要搬新家了。可没想到，我还是低估了人心的险恶。当天晚上，一条名为“恶灵噪音扰民，七旬老太劝阻竟遭投毒报复”的新闻冲上了同城热搜。点开一看，胡伟一家正对着镜头声泪俱下。大家好，我叫胡伟，这是我妈。我们楼上有个女租户，经常制造噪音。我妈年纪大，睡眠前好心提醒了一次，没想到她竟然怀恨在心，在香肠里投毒送给我妈。我妈没有防备心，吃了上吐下泻。送到医院抢救，光洗胃就3次，医药费花了快5万了。我们就是普通工薪家庭，积蓄都掏空了。那个女人心太狠了，帽子来了都不认，1分钱都不肯赔，还污蔑我妈是小偷。我妈70多岁的人了，能干那种事吗？求大家帮帮我们，讨个公道。视频最后还放了张手写举报信的照片，要求公司开除我这个道德败坏的员工。视频迅速发酵，评论区彻底沦陷。看得我气死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女人？哼，就是。举报信里有名字和地址，有没有附近的兄弟一起去给他个教训？心疼老太太，一把年纪遭这种罪。接下来几天，我的手机被陌生号码打爆，接通就是铺天盖地的辱骂，短信和社交账号也满是污言秽语。我强迫自己关机，手却抖得厉害，不是怕，是百口莫辩的愤怒和恶心。紧接着，新家物业通知我说，我刚买的房子被人泼了粪水和油漆。胡伟得意地打来电话。送你的小礼物还喜欢吗？识相点，乖乖道歉赔钱，否则我有的是办法弄你。我冷笑一声，保存录音，然后联系闺蜜，让她找了几家影响力大的媒体去老太太病房直播。胡伟看到这阵仗，先是愣了一下，随即面露得意。看来是我卖惨的视频起了作用，媒体这么快就来帮我们伸张正义了。然而他刚得意没多久，就在这时，我牵着旺财出现在了病房门口，所有镜头瞬间转向我，直播间弹幕炸了。毒妇来了，他还有脸来？打死他，为民除害！就是长得人模狗样，心肠黑透了。胡伟看我出现，立刻换上一副受害者的激愤面孔。你还敢来？媒体朋友们，就是他给我妈下的毒。你这个小可爱，赔我妈医药费，赔我们家损失。病床上的老太太又开始装虚弱，我没理会他们，直接面向镜头。各位网友，我是阮夏。关于胡伟先生一家指控我投毒一事，我今天在这里做出正式回应。首先，我郑重声明，我从未向任何人投毒，但是我承认老太太吃的是我家的香肠，而这些香肠里也确实添加了一些特殊的原料。胡伟脸上露出果然如此的狞笑，我指了指旺财，继续说，这批香肠其实是我专门给我家狗子做的磨牙小零食，它口味独特，就喜欢奥利给的味道，所以我特地去菜市场买了50斤猪肉边角料，加了1瓶新鲜奥利给原汤。灌了这批香肠，本来想着晾干了给他慢慢啃，但谁能想到这年头连屎都有人抢着偷吃。病房里一片死寂，胡伟的笑容僵在脸上，他老婆的哭声也卡在了喉咙里，病床上老太太的叫喊也戛然而止。直播间的弹幕空白了几秒钟，然后炸了。啥玩意儿？奥利给狗吃的磨牙零食？
所以老太太吃了狗零食还是奥利给喂的，信息量太大，我 CPU 烧了。等等，如果香肠是给狗做的，那怎么到老太太肚子里的？细思极恐。我看向脸色发白的胡伟，语气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胡先生，我也很奇怪，我给我家狗子做的磨牙香肠，怎么就那么巧，从我家有防盗网的阳台掉到了你家阳台，又那么巧被你妈妈当成普通香肠给吃了呢？你胡说！你为了脱罪编出这种恶心的借口，谁会给狗做香肠，还加那种东西？我冷笑一声，拿出手机，点开一个聊天记录截图。不信你看，这是我常去的那家肉铺兼灌肠店的老板娘微信，我特意跟她说了，这次肉要便宜的边角料，肥肉多点，是给狗做零食的，还要加一点味道重的宠物添加剂。这是我们的聊天记录，时间和内容清清楚楚。屏幕上，我和老板娘的对话一目了然。至于香肠本身，同志，上次你们说需要专业鉴定，我不知道胡先生是否提交了所谓的毒物鉴定报告，但我这里有我家香肠剩余肉馅以及灌肠店相同批次肉馅的检测报告。说着，我拿出另一份文件。这是我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做的含量检测，结果显示肉馅中大肠杆菌等含量严重超标，远超食品标准，但并未检出常见的有毒化学物质，而这些超标的菌种和含量与这瓶宠物益生菌风味添加剂的成分高度吻合。报告在这里，大家可以看。所以那不是毒，那是益生菌，是我家狗子喜欢的风味来源。那也不能证明什么，就算你是给狗做的，你怎么证明是我妈偷的？就是你故意丢下来的。哦，故意丢下来。我拿出那张小心保存的纸条，把纸条对着镜头。这是今年我的香肠被偷后，小偷留下的品鉴意见。我已经请朋友做了初步的笔迹鉴定，这张纸条上的字迹和胡伟先生在网络上发布的那封手写举报信上的字迹高度相似。当然，这需要司法鉴定机构的正式报告。但我已经正式报警控告302老太太连续多年偷窃我的财物，以及胡伟先生诬告陷害诽谤寻衅滋事。我顿了顿，看向已经目瞪口呆的胡伟一家。顺便对于我家新房大门被泼粪水油漆以及电话骚扰，我已全部取证，并一并报警处理，相信法律会给出公正的裁决。话音一落，病房里一片安静。老太太眼睛瞪得老大，胸口剧烈起伏，突然两眼一翻，晕了过去。胡伟和他老婆这下真的慌了，扑过去大叫。护士和医生连忙冲进来抢救。直播镜头记录下了这混乱的一切，弹幕已经彻底反转。真是惊天大逆转，太刚了！对付这种人就得这样。所以是老太太偷了人家给狗做的奥利给口味香肠，吃了拉肚子，然后倒打一耙。切，偷了4年，还留纸条指导人家怎么灌肠。我的天，这老太太真是极品，一家子戏精，贼喊捉贼，浪费我感情。帽子当场带走了胡伟和他老婆，而老太太经过抢救，虽说缓了过来，但得知儿子被抓，彻底蔫了，再也不敢撒泼。物业的刘经理破天荒的主动打电话给我道歉，说他们工作有疏漏，以后一定加强管理，对租户业主一视同仁。小区的业主群里，当初那些阴阳怪气的邻居，此刻鸦雀无声。不过我还是尽快搬离了这个小区，住进了我的新家。原以为事情已经落下帷幕，可没想到2个月后的一个周末，我正在公司加班赶项目，闺蜜忽然焦急打来电话：夏夏，出事了，你快看我给你发的视频。我心里一沉，立刻点开他发来的短视频。视频里，主播用变声器爆料，说我压根不是独立白领，而是靠长期攀附有钱男人生活。之所以对邻居那么狠，是因为被某个金主抛弃，心理扭曲，报复社会。视频点赞转发已经破万，评论区不堪入目。我就说嘛，一个年轻女的哪来钱买房？原来是干这个的。长得就是一副狐狸精呀，心还那么毒。我手指冰凉，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保存视频，截图评论。我平时没有得罪过什么人，这一定是胡伟在恶意报复。夏夏，你没事吧？我没事，我知道是谁干的。唉，我记得你有个表哥在网警支队。对，我马上联系。挂断电话，我深吸一口气，开始整理所有证据，然后登录自己的社交账号，发布了一条简短声明。针对今日某账号发布的恶意造谣视频，本人已全面取证并报警，并委托律师启动法律程序。网络非法外之地，造谣者必将付出代价。然而声明刚发出去，手机又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我接通没说话，对面传来胡伟刻意压低却难掩得意的声音：阮夏，你让我进去蹲了半个月，害我在老家丢尽了脸，工作也丢了，这笔账咱们慢慢算。胡伟，看来半个月的拘留没让你长记性，你知不知道造谣诽谤情节严重的可以判3年以下？你少吓唬我，我用的虚拟号，你能拿我怎么样？我告诉你，这视频我会让它传遍全网，让你那个新交的小白脸男朋友看清楚你是个什么货色，看你还怎么装。我和周浩交往不久，知道的人很少，胡伟怎么会知道？
周浩是下班后直接来我家的，脸上带着凝重和担忧。夏夏，网上的事我都知道了，简直荒谬！我已经举报了那个账号。那人是我之前的邻居，因为一些矛盾怀恨在心。我简要的把香肠事件和后续说了一遍。周浩听完，脸色沉了下来。那些人太恶毒，太无法无天了。夏夏，这件事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他的信任和支持像一道暖流，驱散了我心头的寒意。我把我的取证和报警计划告诉了他。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闺蜜介绍的那位网警。阮小姐，你提供的账号和线索，我们已受理并展开调查。该账号使用的虚拟服务器在境外，但发布者的 IP 地址和登录设备信息，我们已经锁定，与之前骚扰你的胡伟有密切关联。我们正在固定证据，很快就会采取行动。1周后，警方在胡伟的租住地将他抓获，现场扣押了他的电脑和手机。证据显示，那个造谣账号就是他操纵的。胡伟被拘留后，消息传开，网络上又是一片哗然，风向彻底逆转。我松了口气，这次总能清静了吧？可事实证明，我还是太天真了。3个月后，我和周浩的订婚现场，我们站在门口迎接亲友。突然，一个尖锐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宴会厅。大家快来看啊！就是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她是个狐狸精，你们都被她骗了。她以前住我家楼上，我亲眼看见的。天天晚上带不同的人回家，吵得我们不得安生。她不是什么正经东西。宴会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宾客都震惊地看着这一幕。周浩的父母脸色骤变，亲友们也露出错愕和担忧的表情。这怎么回事儿？这老太太谁呀？说的真的假的？阮夏不像那种人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周浩挡在了我和老太太之间，厉声喝道：“你胡说什么？保安！”我说的句句实话，周先生是吧？你被她蒙蔽了。这种女人娶回家就是祸害。她之前那些破事，网上都有，不信你们去搜。你儿子因为造谣诽谤，现在正被刑事拘留，等待审判庭判决。你是他的母亲，不仅不反思教育，反而跑到我的订婚宴上，继续散布你儿子编造的谣言。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你儿子罪行的追加证据。我已经全程录音，你今天的行为，我会追究到底。老太太眼神闪烁，底气明显不足，但仍嘴硬道：“你吓唬谁？我说的都是事实，你就是不检点，你就是。”此时，酒店经理带着保安终于赶到了。你们敢碰我，我有心脏病。我躺下，你们信不信？妈，你干什么？丢不丢人？快起来，别闹了，跟我回去。我不回去，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小可爱的真面目。他害了我儿子。老太太撒泼打滚，场面一度混乱。我拿出手机直接报了警。见我真的报警，老太太的儿媳慌了，拼命去拽老太太。妈，快走！帽子来了你就真进去了？你想让阿伟罪上加罪吗？老太太终于被弄走了，临走前还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订婚宴的气氛被彻底破坏。周浩的父母走过来，他母亲拉着我的手，温和却坚定地说：“小夏，别怕，我们相信你。这种人，法律会制裁他们。”其他亲友也纷纷出言安慰，但我知道这件事还没完。果然，订婚宴闹剧的片段被人拍下传到了网上，配合之前胡伟造谣的余波，甚至有人开始人肉周浩和他的家庭。我们再次陷入社会言论的漩涡。夏夏，这样不行，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应付，必须一次把他们打疼、打怕，打到再也翻不了身。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整理证据，聘请律师，正式向审判庭反映，控告胡伟及其母亲。在铁证面前，一切狡辩都苍白无力。最终，胡伟数罪并罚，判处2年6个月；其母作为共同犯罪参与者，判处1年，缓刑1年6个月。我们都以为这场漫长的噩梦终于到了尽头，却没想到他们比想象中更加不要脸。老太太因为缓刑不用立刻进铁窗，但儿子的牢狱之灾加上高额的赔偿，让本就偏执的老太彻底陷入疯狂。那天我加班，周浩来接我。车刚到小区门口，突然老太太扑了过来，周浩猛踩刹车，老太太顺势坐倒在车头前的地上，开始大声哭喊：“撞人了，没天理呀！开车撞老人啊！救命啊！”看着车外那个撒泼打滚的身影，我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周浩沉着脸拨打了救援电话。很快，帽子和救护车来了。老太太被抬上救护车时，一口咬定是周浩开车太快撞了她。我和周浩被带去帽子局，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还原了一切。面对铁证，躺在医院病床上的老太太终于换了一副嘴脸。同志，我是一时糊涂啊，我儿子在里面，我老婆子没活路了呀。我就想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出个谅解书，把我儿子救出来。我没想真死啊。阮小姐，周先生，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给你们跪下，求求你们行行好，出具个谅解书吧。我儿子还年轻，他不能在里面待那么久啊！求求你们了。他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若是旁人或许会动一丝恻隐之心，但我只觉得无比讽刺和恶心。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偷东西的是你们，造谣的是你们，找茬的是你们，现在跑来求谅解，不可能。法律已经做出了公正的判决，你今天的危险行为，我们也会依法追究。老太太的脸色瞬间灰败下去，眼神里的怨毒几乎要溢出来，但又被他强行压下去，继续哀求。阮小姐，你就这么狠心吗？非要逼死我们一家吗？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给你磕头行不行？你的年纪不是你违反犯罪的理由，你今天的举动已经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谅解书你想都别想，我们会追究到底。这次他似乎真的怕了，消停了一段时间。就在我苦恼这块狗皮膏药不知何时会再次贴上来时，闺蜜却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消息。老太太死了，听说死的还挺戏剧性，她儿媳妇推她了一把，后脑勺着地，当场就不行了。他儿媳妇为什么？具体不清楚，反正邻里传闻多，说是胡伟进去后，他老婆勾搭上了别的男人，想卷了家里剩下那点钱跟人跑，被老太太发现了，两人吵起来，拉扯中老太太被推倒了。我握着手机，一时无言。那个曾经嚣张跋扈、阴魂不散的老太太，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了她荒唐的一生。她那个儿媳妇当场就被抓了，这一家子真是自作孽啊！挂了电话，我走到阳台上，看着外面明媚的阳光，有些出神。旺财蹭过来，趴在我脚边，周浩也走了过来。听说了，也算是恶有恶报吧。他们一家子贪婪、自私、狠毒，毫无底线，最终在互相撕咬内耗中走向了毁灭。老太太或许至死都认为是我害了她儿子，害了她一家。可她永远不会明白，害了他们全家的是他们自己骨子里的恶。终于结束了，这块甩不脱的狗皮膏药，终于以他自己都无法预料的方式被彻底撕掉了。我的生活也终于可以彻底的翻开崭新的一页，再也没有那些乌烟瘴气的阴影笼罩，阳光很好，未来可期。